它可能是中共压下的一颗最大赌注，现在正站在毁灭边缘。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正在升级，战火一触即发，而哈梅内伊政权已现摇摇欲坠之势。就在此刻，习近平突然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紧急发声，呼吁避免冲突。外界形容这几乎是恳求国际社会放过这个神权政体的最后堡垒。为什么如此焦急？因为伊朗一倒，中共在中东布下的4000亿美元战略投资恐将灰飞烟灭，一带一路将遭重创，中共失去在中东的最后杠杆，而最致命的是川普接下来可能出手，把这场地缘冲突升格为新秩序清洗。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以色列对伊朗军事冲突正在升级，两国都没有停火的意思，军事冲突看来会至少持续1周。习近平今天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表示，军事冲突不是解决问题之道，中共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恢复中东地区和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在昨天强调，中共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推动和谈，以防止该地区动荡升级。伊朗是中共石油主要来源国之一。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为了规避美国制裁，伊朗通过马来西亚将原油运往中国的数量在2024年达到7000万吨，仅次于俄罗斯和沙乌地阿拉伯。此外，伊朗的战略位置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关键枢纽，中共也利用各种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支持。华尔街日报6月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从中国获取数千吨弹道飞弹原料，用来提升军事实力。中共还定期与伊朗、俄罗斯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如果以色列能够终结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朗政权，中共在中东经营多年的影响力将遭重创。而印度与欧美在2023年9月共同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将大行其道，所以中东格局的重塑对中共非常不利。美国很可能是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最大支持者，许多迹象显示，美军已调兵遣将前往中东。船舶追踪网站 Marina Traffic 的资料显示，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16号早上离开南海向中东方向航行，此前原定停靠越南中部的接待活动亦被取消。此外，美国大批加油机以及特种作战飞机已经飞往欧洲方向。美国之音6月16号报道，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敦促川普总统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就采取军事行动，帮助以色列完成工作，摧毁伊朗核设施。约翰·图恩参议员6月15号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认为，伊朗核能力是一股破坏全世界稳定的力量。他说，假如伊朗把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与设施作为攻击目标，伊朗应当准备承受美国的全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昨天提前离开了 G7 峰会，返回华府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对外表示，川普是为了斡旋以色列与伊朗冲突降温而改变行程。川普随后透过社群平台发文驳斥，强调马克龙根本不知道我回华府的原因，并表示与停火一点关系都没有，并指出是比停火协议更重要的事物。川普要返回美国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这暗示比停火更重要的事物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又是什么呢？福克斯新闻前王牌主持川普的政治盟友卡尔森6月16号在出席班农的播客节目时说，他真的担心美国会卷入与伊朗的战争而被进一步削弱。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准备好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卡尔森是共和党政治活动的关键人物，认同 MAGA 美国优先的主张。川普在回应记者关于卡尔森的中东战争言论时说，我才是第一个提出美国优先的人，只有我才能决定什么是美国优先。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认为，
川普清醒的认知将转化为对以色列全面摧毁伊朗核武计划的进一步支持。福林认为，像卡尔森一样，美国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会向川普建议切断对以色列军事武器的支持，认为以伊战争不是美国人的战争。实际上，这些人在倡导在中东发动真正无止境战争的方案，阻止以色列完成任务。台媒《天下》杂志今天的报道认为，五角大楼内部分歧有更深层原因。现任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长期主张，每一项投入中东战事的军事资源，其实都会使美国原本用于亚太和遏制中共的资源被调离。眼下，川普一样能左右逢源，透过再度施压外交，他可向 MAGA 支持者证明自己正以巨型钻地炸弹作为威胁，争取和平解决冲突，同时也能向伊朗表明，无论是透过协议，还是让 GBU-57 炸弹摧毁山体、浓缩铀都将终结伊朗哈梅内伊政权的核能力，将是驱散笼罩在人类头顶上核威胁阴云的第一步。伊朗是新邪恶轴心的一员，其他成员是中共、俄罗斯和朝鲜，后三者都拥有核武。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6号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称，中共目前拥有至少600枚核弹头，并以每年新增约100枚的速度持续扩张，其核武库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据研究所统计，2025年1月，全球核弹头总数为12241枚，其中9614枚置于储存已被使用，而被部署的约2100枚弹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几乎全部属于美国或俄罗斯。研究所称，全球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拥有核武库。报告警告说，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核军备竞赛时代，以往自冷战以来的裁军趋势正逐步逆转。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中共。在这些拥核国家之中，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推动全球无核化。今年2月13号，川普在白宫办公室告诉记者，希望能促成美中俄首脑峰会，而实现无核化是他第2个任期的目标之一。他表示，在首个任期已同普京就削减核武器达成共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全世界公认美俄拥有超过全球 90% 的核武器，理应做出表率，以捍卫国家主权等借口拒绝川普的无核谈判。有迹象显示，普京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希望做以夷冲突的和解人，但是川普并没有松口，并告诉普京，川普自己应该主导伊朗和以色列的协议。吕奥学者李元华指出，中共是做表面的和平大使，如果他要有方向性，他应该谴责以色列发动袭击啊，他没有这样，他只是说大家要和平啊，不要动武，是讲一个表面的话，实际上表示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介入，但是他心思是就不希望伊朗被以色列给打下去。因为伊朗一直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地区，它实际上是对抗自由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股势力。如果它没有了，那中共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和平，对它越来越不利，这就是中共的判断。那俄罗斯它肯定会照顾伊朗，伊朗实际上它不光对抗的是美国，它对抗了整个自由世界。而现在俄罗斯正在被自由世界所制裁，它侵略乌克兰没有正当性，欧洲的所有的国家其实都是在针对它。这个时候他站出来，其实他是想向伊朗示好，向伊朗向那些高层家属跑，也是往俄罗斯跑。时事观察人员、台湾资深律师童文勋认为，伊朗一旦变天，最大的苦主就是习近平和普京，所以他们都非常着急。如果坐视伊朗政权更迭，邪恶轴心将会解体，普京的俄乌战争将会烂尾，习近平本来就权力不稳，中共在中东巨变中将失去与川普周旋的一张王牌。有迹象表明，普京吃了川普的软钉子之后，似乎也坐不住了。
头条热点在 X 平台爆料，最新消息，朝鲜炮灰又不够了。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谢尔盖·绍伊古奉普京的直接命令抵达平壤，与金正恩会面，此行没有事先通知。这好像俗话说的大难临头之时，林中鸟就会各飞各的，重新找生路去了。你认为如何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